优基八郡神善财的72个故事。贪心的国王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拥有一个极为稀有珍贵的花瓶。这个花瓶美丽非凡，整体雕刻着数以千计的小图形和图案。它的体积比任何人都大，还镶嵌着无数珍贵的珠宝和钻石。这个花瓶之美的传说流传甚广，整个王国的人都知道它的存在。有一位邻国的国王对这位国王极为嫉妒，尤其羡慕他拥有如此罕见而且价值连城的宝瓶。他对自己的大臣们说：我要你们替我找个能帮我把那个花瓶偷来的人。他的首席顾问说：这个不难，现在在监狱里就关着一位非常聪明、眼镜知名的珠宝小偷。国王说：那我想和他做笔交易，如果他能够去偷那个花瓶，我就无条件的释放他。这位小偷听到这个提议后，他说：陛下，请先让我去现场查看一下情况，再回来向您报告，我们再一起决定怎么做。于是这名小偷就前往邻国，来到了城镇的中心。他投宿在当地的客栈，在镇上到处的闲逛，与人交谈。他开始和客栈的老板聊天。他说：我听说你们这个城市因为有一个极为美丽又罕见的花瓶而著名，我真的很想亲眼去看看这个花瓶，有这个机会吗？客栈的老板说：当然可以啊，那可是我们国王最骄傲的宝物了。他非常慷慨地把它放在皇宫的展览厅中，任何人都可以从宫殿特定的画廊中欣赏它。隔天早晨，小偷就动身前往皇宫。当他抵达时，惊讶地发现那个花瓶竟然就这样大剌剌地摆在房间的中央，完全没有守卫，也没有玻璃罩保护，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。对于如此无价的古董，居然完全没有保护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小偷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。国王召见小偷到皇宫。当小偷被带到国王面前时，看起来神情有些异常。国王问：怎么样？出了什么问题吗？小偷说：陛下，你不能拥有那个花瓶。我亲眼看见那个雕刻非常精美、镶满宝石和钻石的花瓶，它确实美得令人惊叹。国王说：那你为什么不帮我拿来呢？小偷说：陛下，我是个有经验的小偷，我可以断定，这么珍贵的东西不可能毫无防备地公开展示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。即使我们发现了那个秘密，其他人也可能知道。如果你因此决定攻打那个国家来夺取这个花瓶，那么他们的国王很可能会将花瓶摧毁，到时候你还是得不到。你是这么打算的吗？国王说：是的，你说对了，我本来确实打算进攻他们。小偷说：即便你成功了，以后也会有人为了这个花瓶来攻打你的国家。但我对一件事情非常好奇，他们怎么敢这么毫无防备地公开展示这样的宝物呢？我们应该一起去探究这个背后的秘密。隔一天，他们一同前往那个国家。当地的国王亲自带他们参观皇宫。走到展示画廊时，他指着花瓶给他们看。
来拜访的国王问：我可以靠近一点来摸摸它吗？主人回答说：不行。来访的国王问：为什么不行呢？主人说：这个花瓶受到我们守护天使的保护，没有人能够碰它，连我自己都未曾靠近过。大家都被告诫只能从这个画廊观赏它。它自古以来就摆在那里，我们全都只能从远处来欣赏，去触摸它并不明智，我也不建议你这么做。来访的国王无法接受这个答案，他说：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想试着碰一下它，就一会儿就可以了。主人说：你可以试，但请自负后果。我不对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。我是这里的主人，我只是转述我们代代相传的传说。不过是否要冒险，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你觉得值得一试，那就请便吧。贪婪完全控制了来访的国王，他眼中只有那美丽的花瓶，那是他数月以来朝思梦想的东西。他问：如果我真的碰到它会怎样？主人回答说：那么它就是你的了，你可以把它带回家。这对来访的国王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，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渴望的呢？他完全被自己的欲望困住了。于是他开始朝花瓶走去，走到一半时，突然从空中窜出一条小飞蛇，猛地咬住他的额头。下一刻，众人所见的只剩下来访国王倒在地上的尸体。所以要记住，贪婪会让人盲目地做出疯狂的事，甚至在遭受打击时，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。愿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一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与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